男性尸体各部位均无致命伤，也没有防卫性伤口，但是女性左臂有多处淤伤。那指甲里呢？指甲里有带有血迹的新鲜的皮肤角质层，很有可能在反抗过程中抓伤了凶手。而且被劈砍的伤口和其他尸块的切口不同。过来看。创面皮肤是内收，不是外翻的，也就是说。 被砍下左臂时，女的应该还活着，身体的自愈系统仍旧在运转。目前就这些。看我干什么？嘿，知道你老大为什么晚上不开工了吗？因为一入夜，大脑就不转了。行吧，先跟周巡会合吧。 这事儿大发了，这么多袋儿。哎，几袋了？5袋。德队啊，清理好了。这回能拼个全部尸体。那得看高亚楠他们了。来来，辛苦了啊！从来不值班的人，这都快连轴转了，辛苦辛苦啊！哦，对了，小王他们都问过了，没有目击者。
对面是什么呀？这么长？哦，对面是家迪厅。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没有发现新的被害人，跟公园的2具尸体能拼成2个人。关队，关队，请吧。来。要不拉走吧？啊，郭老师，您不看了？哦，也行，也行，也行。好，那个亚楠，那辛苦你们了啊。老关，累了哈，辛苦辛苦辛苦啊。累了，好，好，辛苦啊。哎，赶紧的，干嘛呢？关老师，关老师，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去走访目击证人。你也要去啊？哎，我跟你说啊，我去那地儿可乱，什么人都有，你想清楚了。非去不可是吧？行，愿意跟着就跟着吧。关老师，关老师，怎么了？你不会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哎，你把你那个上衣扣子解开一个，把衬衫从裤子里给蹬出来，别穿那么严肃，快点。那要不你先准备，我先进去了啊。关老师，这不就得了吗？哎，那什么，外套脱下来，你拿在手里，包快点，太土了。包拿着。行，我先跟你说啊，让人拐走我不负责。郭老师，怎么查？啊？不是，我说怎么查？这听不清楚啊！你说什么呢？哎，别抱着呀，把包放椅子上。你好，需要点什么？啊，给这位女士来一杯长岛冰茶，我要1大杯格兰菲迪。好嘞。关老师，我喝不了酒。行了，你听我说啊，你不是要跟我学东西吗？我告诉你啊，第一件事就是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明白吗？啊？大叔长这么大，跳舞呗？有呢，赶紧呢。那就跳吧。走这。好。美女，一个人啊？啊，干嘛？跟你说话呢。哎，你好，您这儿可以开发票吗？哎，那您好，您给我开一张。哎，别走啊！你干嘛呀？陪我喝一杯呗。哎，还挺厉害。哎，干嘛呢？别动手动脚的。哪儿的呀？左开的。啊？什么价啊？200，不开发票。糊弄小孩的吧？啊，去那边去。不，叫你滚，听见没有？
没事吧？看那边了吗？瞎点什么头？我都看见那保安了吗？看他站那位置了吗？正好对着对面的垃圾场，他只要不是瞎子，就不可能什么都没看见，明白吗？那小汪不是已经走反过了吗？你是真不知道警察有多招人恨呢啊！戴着大檐帽，谁跟你说实话呀？等快打烊了，请他喝个酒。你要请他们喝酒？哎，大叔跳舞呀！走走走。哎，等会儿。哎，起来！哎，放松点啊，别穿得这么古板。郭老师，请那保安喝2杯去。快点，大叔。怎么样啊？快了。太惨了啊！杀人就算了，还给大卸8块。哎呦，这孙子跟关宏宇有一拼啊！好，关宏宇杀了人家一家子，连小孩都没放，太惨了。那个，哎，我是想问问，关宏宇被通缉之后，有和你联系过没？我们早就分手了。你看你呀，哎呀，我这不例行公事的问问吗？这是你第8000次找我例行公事了，周队。这真假的，太夸张了。他要是万一跟你联系的话，一准儿先告诉你。对，哎，好。哎，亚楠，有水吗？啊？给你倒一杯。好。那不，吃完了吗？行不行啊你啊？酒量怎么这么差？来，你指定插一下嘴。不大一点。不能喝你还逞什么人呢？来。哎呀，不太好不好。哎，大叔。爸。周队，啊，找到一起。去年向阳区亮马河南草地，暴雨，被害人一男一女，凶手打破后车窗，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周队，海港区那边来气儿了，也发现两起。哎，老关，怎么样？哎，加上昨天那起，近5年来，全市一共发生了4起类似的案件，1年1起。对，哎呦，2个小时前，总队已经批准成立专案组了，但是襄阳那边人手不够，所以只能调派海港支队的人协同我们办案。周队，海港支队到了。好嘞，哎呀，来了，都起来了啊，干活了，快点！哎呦喂，嘿，哎，我说老周啊，我都调到海港支队了，还甩不开你啊？哥们儿现在是堂堂的支队长，你还在地方窝着当2把手，你这是怎么混的呀？啊？哎，你爬得快，那是摊上好师傅了。海港区刑侦支队副队长赵新成。海港支队赵新成，嗨，您就是关队吧？久仰大名。听说跟周队是同一届的。
而且是那一届唯一一个可以跟周队打个平手的。别这么说，我现在只是个顾问。周军已经跟我说了，您在不在支队编制，那都是一把手的地位啊。啊，对了，我也带了个顾问，海明。我们支队韩松阁教授的儿子，主业是律师，是我们队特招的人才。您好，拜读过您写的《野论犯罪两分法》，非常受益。希望有机会能跟你们父子俩好好切磋切磋。您过誉了，父亲那边有些繁忙，我也是被新城临时抓来滥竽充数。那行吧，咱们看看案子。来，走。他是谁呀？不知道。不过韩松阁确实是全国知名的犯罪炮灰专家。从时间顺序上看，海港这2起是头2起啊。根据你给我的筛选标准啊，确实在前年和大前年有2起非常类似的案件。第1起是在林业大学的北墙外，案发当晚下着暴雨，被害人是53岁的男子李某和卖玉米刘某。当时2人是在李某的车里进行性交易，期间车窗被敲碎了。这个2人都是被同一种利器戳死头部致死，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个车上呢也被整理得一干二净啊，消防栓瓶子也被擦过了。这起也是啊，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和其他可供排查的线索。这个尸体有被移动过的痕迹，而且他们的衣物啊也被重新整理过。但最夸张的是，这男的从拉链到皮带被系得整整齐齐，他老二上面还套了个安全套。再就是前年那起，犯罪手法相同，但唯一不同的就是受害人是坐在前排，那女的正在用嘴给那男的。反正总之不管怎样，就是虽然他们都坐在前排，但是这个凶手依然是敲破车窗进行的犯罪。然后那晚也是下着暴雨，所以没有任何的目击证人。细节卷宗里边都有，你们自己看吧。这是我们辖区昨晚的那起，向阳那起是去年在亮马河附近，被害人是一男一女，车窗也被砸碎了。然后他案发时间大概是在凌晨的2点多钟，里面所有的痕迹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尸体和物件也都被重新摆放过。这案情都差不多老郑，你说这个并案侦查有什么实际效果吗？在我看来，这就是1起案子变成4起凶杀案了。在凶手连续作案的情况下，我们从每起案件当中找到其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样就可以找到他新的排查方案。不过，这名凶手跟普通意义上的连环杀手有所区别，他的冷却期很稳定，长达1年，这很罕见。每次打碎的都是后车窗吗？是的，就连被害人坐在前座的那次，凶手也是打碎了车窗的后座玻璃。看来跟天气一样，也是凶手刻意做的选择。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车辆出厂的时候，这个后窗的车膜已经做过这样处理了，所以车主不会再贴车膜了，所以凶手会觉得后车窗更容易被击碎？有这个可能，说明凶手从第1起案开始就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犯罪技巧和超高的反侦查能力，而且这么多起案子，他一直保持步骤一致。前2次难免还会有些不一样吧？你们昨天的这起案件当中，推测凶手摆放尸体以及清理车内使用痕迹，大约用了12分钟，但他第1次用的时间似乎更长一些。你是说尸僵的程度？应该是。就是说，最快也要等被害者死了1个小时以后。看来这名凶手第1次处理现场不太熟练啊。2位大师咱们先暂缓学术讨论先看看有什么价值的这个排查线索没有。从视频上来看，凶手是名男性，大概1.8米左右。从他处理尸体和案发现场，可以推断出他应该有轻微的强迫症倾向。虽然他是步行进入现场的，但是依据现场的案发时间和地域环境，可以看出他应该是有自驾的工具。凶手应该不低于40岁，正在或曾经从事着跟刑侦类有关的工作。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四处游荡，
应该是独居，或者跟年长的父母同住。冷却期有点长，那也不排除他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因为过长的冷却期可能会让他的犯罪冲动更难以节制，这样犯罪的频率也可能产生变化。照这个范围圈，京港800万人口等着我们排查，能不能把范围缩小点啊？中队，送来的监控视频里查到一辆车，看看去啊。走。周队，法医室怎么走？我想看一下视频。啊，法医室那个，我带你去吧。好。伤口有9公分深，这应该就是凶器的长度。如果说凶器至少9公分长，是不是更准确一些？向阳那本卷我还没有看过，但是海港区这2起，被害人的伤口深度都没有超过9公分。试想，凶手想要利起车窗有颅骨保护的头部，必定会用尽全力。而凶器一旦穿过颅骨，力量惯性自然会导致贯通到底的结果。但凶手不一定是使用身体力量实施的伤害。虽然视频里面看不清凶器，但从持械的手臂来看，应该不是发力的姿态。视频里凶手是用什么东西抵住被害人头部了吗？差不多。应该是某种可以单手持握的压力装置，而且不只能使用一次。那就是电子压力装置。能判断凶器的开封角度吗？尸检是看不出来，但我们还原了凶手击碎的车窗。从视频来看，凶手应该没有时间更换作案工具。如果击碎车窗的和凶器是一种工具的话，应该是某种夹角60度的3棱锥状头。60度角，倒是符合破窗器的规格。我也这么想。凶手很可能是把破窗器改装成了一种依靠电子压力装置驱动的突刺锥。可惜这对排查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谢谢高法医。顿顿，还有一件事儿，这是李迪生的尸检总结。这个给周巡就行了吧？事关重大的案件，还是给能用得到的人才好。12点47分，东北侧路口。先把牌照记下来，找到车主做一下排查。就这些了。从12点到凌晨2点，经过案发现场周边路口的车一共是17辆。
有没有觉得哪辆特别像啊？不好说，先都排查一遍吧。那这样吧，把那个车辆登记给我，我带人去做走访。监控有拍到被害人的车辆吗？什么时候进入现场的？还没有查到，有可能12点以前就进入现场了。也可能，凶手从火攻俱乐部就开始跟踪了。什么意思啊？即使凶手随机的选择目标，那他也应该选择人群聚集的场所，确定目标之后再跟随，而不会四处乱逛凭运气。既然凶手可以谨慎到清理现场，那么即便他开车，他应该也不会大意到在案发的时间里把车开到有监控的区域里。那我们把调取监控的范围扩大，同时专门调取火攻俱乐部周围的监控呢？不管怎么说，先从监控里找被害人的车。如果凶手跟踪被害人的话，只要按着被害人生前开车的路线，应该就能找到凶手的踪迹。哎，好了，就这一张。在目前的案件中，貌似最无懈可击的证据，就是这个叫安藤的人所提供的近距离的目击陈述。他这上面都是胡说八道。还有那是什么指纹、DNA， 那怎么回事啊？指纹和 DNA 都有栽赃的可操作性，相对而言，目击证词可信度更高。我想亚楠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把这页纸抽了出来。你看啊，这上写的，辨认人安藤在认真审视了照片后，当即指出27号关宏宇接近其所目击之成年男性。啊，我压根就没去过那狗屁小区。他可是从30张照片里把你指认出来，他就是3万个人当中指认的我，他也是胡说八道。哎，这上不有他地址吗？把这人找出来，啊！他提供的住址就是案发的4号楼，而且他是租住的。案发以后不久他就搬走了，现在楼是空的，上哪儿找这个人？不是，那查他身份证啊，还有户籍所在地啊。怎么了？查过了，这个人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安藤这个人。可是他这上抬头登记的个人信息都是他提供的身份证是假的。我通过公安部做了网上的查询，查到全国叫安藤的人一共有177个人，其中男性占148个。然后再通过年龄、籍贯做了筛查，没有一个符合条件。哎，也就是说，我让一根本不存在的人留下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言之后，这人就人间蒸发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凭空消失？换句话说，为什么他一开始就用假身份？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做的是伪证。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做伪证呢？就是他想陷害我。就算不是他，我想，他跟想陷害你的人应该也存在某些关联。我不管。反正咱们得赶紧把这人找出来。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人的照片，不过你注意到没有，他对案发当天晚上一路走进小区那些细节的描述，比方说小区的超市没有关门，还有圣诞节的促销广告没有撤等等。你的意思是说，案发当晚，这个人也在曙光4号院？极有可能，所以必须得找到这个人。哥，你现在相信我是冤枉的了吧？我相信你
屁用？对了，明天不要在这儿交接了。为什么呀？亚楠为你这个事儿冒了很大的风险。那这跟在哪儿交接有什么关系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你跟那个叫刘英的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啊？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会帮你？时间到了，我先走了。谁呀？小区物业楼下有一辆牌照是港 A4595的红色雪佛兰，请问是您的吗？那辆车可把消防通道给堵住了。你们那又没写什么消防通道，对吧？哎，干嘛呀？楼下红色雪佛兰是你的？什么呀？车哪儿来的呀？我同学借的。哪个同学啊？就我同学啊。干嘛？动！放开我！他妈警察也不能乱抓人吧？动！哎，老周，老周，哎，嘿，够麻利的哈，我这监控还没调着呢。嘿嘿，这小子叫郭灿，自称以前是曹艳茹舞蹈学院的同学，车是曹艳茹借给他的。这车什么时候借你的？就前2天吧。看着不太像。他为什么要把车借你？他可能，反正他平时也不开。哦，行，让他换个问法。你为什么要找他借车？周队，关老师让我给您的。哼，嗨，行，这就好办了，啊。我们搜查了郭灿的住处，现金只找到1000多，信用卡是透支的，名下也没有任何储蓄账户。哎，那就是50万都花了没？筹到50万到现在，也只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如果说都买成海洛因的话，那10个郭灿都抽死了。那就是钱没到郭灿手里。也许他用这钱来买凶杀人。师傅，这小子以后大大，2小时还不到呢，嗷的了。给我，给我！没那么容易吧？嗯？对，已经查明白了。被害人曹艳茹为了规避婚前财产协议，和情妇郭灿合谋买凶，杀害徐建国。但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呀？这个曹艳茹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据了解，他们是通过一个叫黄志强的中间人雇佣的杀手。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个姓黄的实施了监控，算是以专家组的名义协助海港支队实施抓捕。
好，好，您放心。哎，能理解。恕我冒昧，关队，你脸上这道疤是……哦，如果不方便说的话，那是2年前的一起案子。我得到线报，市局查了3年的军火走私案，那天在红安码头进行转移。情况紧急，在大队到来之前，我带着周巡和武玲玲先过去了。周巡跟我过去，玲玲守在外边等增援。这边快点，警察已经发现我们了。他们负责指挥的匪首叫霞姐，她好像知道我们要来，所以转移的速度特别快。我担心他们在增援到来之前先跑光了，所以就进行了干扰。都别动，把手举起来。那个集装箱太黑了。关队，案子破了吗？破了。印象中，我在新闻里见过你弟的照片，你们是？
关队。啊。印象中，我在新闻里见过你弟的照片，你们是孪生兄弟。那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起灭门案，并不是冲他去的？喂，是吗？好，我们在回去的路上。找到了。嗯，找到了。这那批钱是以前3个社的一批大买卖，但天上车祸的人给3个订回过，这批货不能往井盖卖。3个后来赶过来，也是为了让着我做这批货。知道当初把这批武器出给孟州魔的卖家是谁吗？不知道，喝酒的时候好像听3个念叨过几句。卖家是井盖的，好像是个警察。是难做人呢，还是难做狗啊？站住！哎呀！大人！别跑！别跑！站住！喂，他妈的，这小子他妈翻脸跑了！喂，程宇，这都快12点了，你怎么还没回来？你在哪儿呢？丫的，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啊？出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我跟一帮人，我有可能杀了人。什么？杀人？一句2句跟你说不清楚，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问我哥。哎，哥，你听我说，赶紧跑吧！啊？什么？出人命了！现场有证据显示，很可能是你干的。不出意外的话，天亮之前协查通告就该公布。你要么投案自首，要不就把事情说清楚，要么就赶紧跑。你说什么？真是天不绝我呀！既然这样，咱们再推一把，让他们整个长风支队都瘫痪。这样，你听我说，
离父亲的直接死因是继发性气管衰竭。那这些毒物是如何进入他体内的？技术队从他办公桌上的那杯饮料中提取到了同样的毒物，2个样本的成分配比完全相同。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他喝的那杯饮料被投了毒。 为什么在这交接？因为家里不够宽敞。什么意思？你疯了！灭门惨案，物证我已经看过了，里边有根嫌疑人的头发，不是我的。 我那会儿头发没那么长，如果里边的 DNA 跟我的相吻合的话，那他妈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的。你跟我说实话，吴征一家5口是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陷害我？你说话呀！ 所有的人都当傻子一样耍，连你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晚上不敢出门，根本不是什么狗屁恐惧症，是你心里有鬼。关洪峰，我敢堂堂正正的说，我没有杀害吴征一家5口。可你敢吗？啊！你他妈说话呀！ 我希望你还是能冷静一下。就算是你刚才猜的是真的，你想怎么样？你能怎么样？我说叶兄，你让我干的事我都给你干了，你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啊？郝战，我让你走你就走，哪那么多废话？走。 是叶方舟的车，走，小心一点。关队，没事吧？没事，可能有点累，快去查车，别搞我。跪！嗨，他们姓叶的。 你他妈卸磨杀驴呀你！咱先不说你以前白粉生意赚了多少钱，就说你想害死公安，叫我配毒药，哎，毒药我也给你配了，你也得手了，你他妈现在对我这样，啊，有种的，你叫老大过来给咱评评理。
黄晨，你怎么就没有想过杀驴就是大哥的意思？不可能，不可能！我有手艺，不像你四处惹事儿。你有什么本事你？就算是，一定要先除掉你这个麻烦。没错，我现在是很麻烦，所以我找你来顶包。叶发正，你的罪，谁都替代不了。周书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不要再继续假惺惺的了。我没有想过你爸会喝那杯奶茶。不要再说了。没错，当初是你爸害我离开警队的。但是就算为了你，我也没有想过害他。你以为你害的是其他人，我就会原谅你吗？书童，你听我说。闭嘴！把枪放下，你也别动。叶方舟，把枪放下。师姐，快去叫增援！你别动！我答应过不伤害你，但是别人我可不管。你敢？你怎么看我敢不敢？叶方舟！师姐，快去叫增援！王老师，没事吧？快追！待在这别动，增援马上就到了。快追！周书童，我对你处处忍让，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往死里逼？爸爸，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规划好自己的一切。爸，谢谢你。官，据说这次投毒是针对你的，要不是刘长勇，估计下面躺的就是你了。
你还真是幸运啊！每次到了危险的时候，都有人出来替你扛。你怎么样？被别人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不管怎么说，我得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证明了我的清白。谁不希望过普通人的日子？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其他人能过上这种生活，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支队就是个家庭，一家人嘛，各自难免揣着点小心思。但是咱们不能忘了，大家还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着。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在各种辅助的工作当中，甚至在根本没人知道的某些工作中。老刘在他的工作上也是尽职尽责了，他的牺牲对于我们来说，像是失去了家人。老关，有些事儿咱哥俩得好好聊聊了。老虎该喂了。行，那我在支队等你。原来剩下这本复卷一直藏在你的车上。看过了。是我哥陷害的我。看来我怀疑的没错。他老实说，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他这么做恐怕另有苦衷。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他真的是他陷害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案卷我先拿走了。别，看完我就还你。哎，管队，您看见小周了吗？没有，怎么了？他今天啊又重新的勘验了一遍213灭门案的一些物证，他找我帮忙，说看这工具箱里面有没有缺什么东西。后来啊，我打电话给这生产厂商了，还确实有，而且呢这批号了也在这儿，其他东西都是齐的，就是少了一样，手电筒。他好像总是觉得这丢失的东西跟凶手有什么关系。我帮你转交给他吧。嗯。
你哥市局的人刚把他铐走的。你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是不是？宏宇，他毕竟是你的亲哥哥，我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的陷害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兄弟俩所背负的一切，都必须由你们两个共同来面对。咱们的孩子也需要一个勇敢的、有担当的，能在阳光下看着他长大的父亲。你说呢？我到了，你在哪儿？你迟到了，关队长。今天路上有点堵，我跟你说别跟我买关子，否则我可不奉陪。向前走1个路口，我得确保你没被跟踪。你给我滚蛋！500中了你一枪，然后被车碾死了，对吧？你到底是谁？向前走1个路口，你就能知道是谁拿走了你的枪。哎，这家伙怎么了？想巅峰啊？不知道，咱们到省市了。那现在怎么办？等消息吧，先把他扛走。110吗？我要报案。不接电话了。
还没联系上关队啊？没有。你认识他？啊？谁？我不认识，不认识。哥，这照片给你一张，拿好了啊。哎呀，光哥，洗好了。哦，对了，把今天的监控资料借我查一下。好的，关哥。关哥，您拿好。好，慢走，关哥。哎呦，关队，关队，你可回来了！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鞭炮声太吵了，没听见手机响。凶器找着了？小高在楼道垃圾桶里找着的，上面有血迹和指纹。关队，结果比对出来了。谁呀？什么看看？怎么会这么快？哥，你听我说，其实当时我……你要么投案自首，要不就把事情说清楚，要么就赶紧跑。洪峰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作为直系亲属，你必须要回避。相信我，我真的没杀人。我现在该怎么做？哥，你想想办法。喂，我是关洪峰。怎么堵成这样了？总队，B07呼叫。B07，请讲。我们行驶到环线路封闭隧道中段，前方道路拥堵，是否需要应对处置？前方道路是否完全拥堵？是，好像有肇事车辆。B07，按常规处置预案，引导车流，尽快驶离肇事路段。B07收到。下车。怎么回事啊？这是？你们下车来帮忙。你们的车往前开，别挡在这儿。别挡路，来，前面动一动，动一动。快点，快点。前面动一动。怎么回事？动一动。快点，别停在这儿。把车往旁边开，快点。来，怎么回事？动一动。快点，别跑！别跑！站住！追，快！别跑！别跑！站住！站住！追！别跑！快追！站住！停下！站住！停下！别跑！站住！站住！谁？太黑了，走！你看这汗出的。关队，总队拘传你回去调查，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事，别为难哥几个，老实待着。劲儿还挺大，门都撞坏了。
就5分钟，不许谈论任何与调查有关的事儿。领导有交代，周队，你应该懂的。我明白。开门。01年，对，01年1月27号晚上10点多钟，我骑着摩托车路过丰庄路东口，大部分的店面都关门了，三三两两的行人也赶着回家过年。在前面不远处的那个岔路口，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那个时候我还在地区队做探员，刚从警校毕业，很不适应跟那些小小之徒还有无耻之辈打交道。只要有什么事儿，只会用武力解决。我最高纪录是同一天打伤了流窜作案的强奸犯，强奸犯请来的律师，律师找来的假证人，还有西部队的一个探员。那个时候我眼白浑浊，皮肤粗糙，估计还有口臭。除了抽烟喝酒，我厌恶所有的一切事物，包括我自己。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深夜倒在床上，不把自己喝得完全没有了意识，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特别让人绝望而想哭。恰逢其时，作为市局指定的种子选手，骑着3级运载火箭的关木峰，你出现了。你一路平步青云，28岁就代替刘长勇做了地区队的指挥，而我因为打人被停了职。刚当上副支队的刘长勇想借此机会把我抻到派出所，或者干脆把我从警察队伍里开除了。我也抱着打压一顿脱衣服走人的想法，干脆放开了心。我整天无所事事，2手插兜在支队门口逛荡，等着劫持同事下班陪我去喝酒。那天晚上，我忍着宿醉的头疼在街上游荡。你戴了一条跟上衣极其不搭的紫色的围巾，被一个卖簸箕的老太太揪着在那理论。01年长丰分局1半的庆功会都是为你开的，整个公安系统都认得你关洪峰这张脸。老太太说你把她的簸箕筐撞倒了，让你赔50块钱。我记得好像是旁边卖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在那议论，说明明是老太太自己没站稳，却要讹诈你这过路的小伙子。他们俩也对这事儿特别气愤，但没打算为你出手。你帮老太太捡回了簸箕，搁在筐里。
不厌其烦地跟他解释，我是从路西口过来的，我走的是右道，离你2米多，不可能碰着你的。那时候你，就像小学课本里写的那种警察一样，拍张照片就可以作为亲民一家亲的宣传海报。你对牛弹了半天琴，老太太根本不说理，最后发起了眼泪攻势。你盯着那个瘦小枯干的讹诈者，愣了几秒钟，平静地掏出了50块钱。老太太刚要接，我过去了，我盯着她，她把手缩回去了。也有可能这个受处分和受表彰都一样，都可以名扬天下。嘿，你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把钱塞给老太太，拉着我往前走了一段，跟我说：“这样不解决问题。”嘿，当时我对你这个警衔比我大2级的同龄人，我很是不以为然啊。你不说对不对，好不好？光讨论有没有用，我告诉你，我顶烦你们这号。你可能闻到了我身上隔夜的酒气，你跟我说了一声：“走，我请你吃顿饭吧。”饭很得味，汤很浓，就是没酒。其实那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一次没有喝酒。一顿饭让我们彼此熟悉了很多。结账的时候，我打着饱嗝对你说：“你这么纵容他，会让这些无赖横行的。”你诚恳地点点头，接受了我的指责。然后你把饭菜打好包塞给我，对我说了一句：“要继续想干刑警，明儿找你去报道。”我叼着牙签儿，恢复了那张不掉全宇宙的脸。我记得我问了你一句：“我凭什么跟你混？”你也没理我。你把围巾叠好了，塞进包里，淡淡的跟我说了一句：“因为你没得选择。”之后的10年里面，我跟你学会了什么时候可以按兵不动，什么时候可以超保和攻击。我不再痛恨周遭的一切，包括我自己。2年之后，哥们儿做了北部地区的队长。同年，你被调到了龙达派出所当副所长。1年之后，你又回到了支队。你在刘长勇祭火中烧的目光中直升支队一把手。2个星期后，我辞掉了北部队的职务，降级升调支队长助理。老关，咱们兄弟15年了，可以说没有你关洪峰，也就没有我周群的今天。15年啊！操！我居然没有交下你这个朋友。
人海。乘风过。你一个人还敢去支队啊？不怕到了天黑回不来啊？做人走人路，撞鬼踏鬼途，我也该趟趟晚上的道。你恨我吗？你知道一个人生下来能有一个孪生兄弟的几率有多大吗？从小到大，虽然咱俩有相同的外形、相同的声音，甚至体内流着相同的血液，但相互之间的关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过，对吗？如果说异母同胞是缘分的话，那咱俩并肩能走到今天，那就是造化。你听着，我不知道你对我做过什么，我更不知道你对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我就是想告诉你，如果换我是你的话，或者说有一天你要是沦落到我这个地步的话，我是绝不会抛下你不管的。是个是